充满荆棘的路上，充满未知方向，粉碎摧毁那虚伪幻想，逐渐付出真相，热血才有力量。现实的伪装制造很多假象，永恒不变是坚守炙热的信念，拨开乌云的天空，融化寒冷冰霜，信念给我力量，冲破迷雾的坚强，撕下伪装的面具，为沉默一个结局。不管真相有多锋利，不畏惧，只顾为正义延续。我却坚信爱，我却坚信爱，我却坚信爱。为沉默解开这结局，内心的方向。为沉默解开这结局，内心的方向。我现在依然觉得何亮的自缢现场是连环凶手伪造的。他用的什么方法？麻醉剂。他制服何亮以后，用麻醉剂将其迷昏，然后伪造成自缢现场。怎么证明？我申请对何亮进行再次查验。可问题是，何亮现在正在 ICU 抢救，怎么勘查？要不就等何亮抢救过来，问他口供不行吗？我只是怕，何亮如果抢救不过来怎么办？铃铛，这个案子是你负责的，你觉得呢？这个连环凶手太狡猾了，我认为任何有希望抓住他的蛛丝马迹的行动都值得一试。自从脸谱连环案持续发生以后，其实对市民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影响，甚至现在已经有人质疑，我们当年是用了某些手段抓了一个替死鬼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将面临的是案子本身和舆论的双重压力。如果我们总是被牵着鼻子走，会影响我们警察的形象。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，赶紧给社会一个交代。你不是天才吗？是来抓我呀！大专家，你拉琴真的没有天赋，别拉了，行吗？不作妖了啊，陪我聊2毛钱吧。
不想聊。我知道，案子进展的慢，领导呢批你了，你心里呢肯定不舒服，对吧？哪有？你肯定会觉得我们会在背后议论你。哎呦，省里来的大专家也不过如此嘛。其实，案子进展的慢，李队才是最着急的那个人。他是领导，所有的任务都在他一个人身上扛着呢。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急。但是你挨批了，你着急呢也是应该的。但是你想想，我们重大刑事案件破案率87.2%多，超过了法国、英国、加拿大，比美国还多了20多个点呢。而且我们的命案破案率接近99%，治安稳定，老百姓呢都安居乐业，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，多好啊！所以说，我们中国警察超级牛的。其实，就算是一些陈年的案子，他当时没有破，你看过了很多年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哪个凶手他逃得了啊？他逃不了。我说完了，你也别不高兴了，继续拉吧。朱老师，可以开始吃了吗？朱老师，我都饿了。好了，可以开动了。吃饱之后呢，咱们补习1个小时语文。啊！暑假了还不让我们歇一歇呀？对啊，咱们读职高学导游，又不参加高考，再学语文有什么用啊？谁说没有用啊？你想想啊，你们做导游，以后面对游客的时候，不得给人家讲解景点啊、名胜古迹什么的，这不就都用到了吗？可是我听我奶奶说，以后当导游根本赚不到什么钱的。我以后有钱了呀，我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是啊，其实我也想出去，我想当明星。对了，桂元峰，你学习成绩最好了，你以后想干什么？好了，大家甭管以后要做什么工作，现在呢好好吃饭，吃完饭呢咱们就好好学习。学那么辛苦有什么用啊？我爷爷说呀，这龙帆市要搞一个什么工业园区，选址啊就在咱们龙谷村，明年集体征地拆迁。那咱们不都成拆二代了？这不管有多少钱，总有花光的那一天。只有自己有本事，那才真的是一辈子吃不穷穿不穷。哎，朱老师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听说你们家有祖传的金条，应该拿给我们看看啊！拿给我们看看呗。好呀，那都是村里人瞎说的，你们别听这些，赶紧吃饭吧，快吃饭吧。真的吗？问了医生了，说已经抽血拿去化验了，等化验结果。得快。医生说了，必须先确保病人度过危险期，而且化验需要时间。咱们总不能因为自己要做毒化物分析，就耽误医生正常的工作吧？行了，别想了，也许明天一觉醒来，何亮就醒了呢，连环凶手的谜底也就解开了。
最近几个案子连发，压力真的太大了。李队说了，让咱们组明天可以放一天假，休息休息，顺便呢也整理一下思路。我不用休息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可以去我家附近玩一玩，然后顺便呢在我家做做饭，热闹一下。去吧。你们去吧，明天我还要再过来看看何亮的情况。张爱玲的案子没结，肖丹丹的案子也没结，凶手可能在操作下一步的杀人案。就你在着急吗？就你操心吗？你觉得我们不着急吗？关键是我们已经攻了几个月了，这样下去的话，精神会崩溃的。就算是个铁人，这个时候也要喘口气。再说了，那环环、彪哥、大宝能让你一个人守在医院，我们出去玩吗？不去拉倒。我会做点饭，可以帮你们改善一下伙食。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采菊东篱下。朱老师。朱老师，怎么了，小雨？后面好像有人在跟踪我。别害怕啊。咱们大家今天的补习就先到这儿吧。一会儿大家回去的时候，小雨跟大家一起回去。别害怕了啊。朱老师，我以后能不能跟你们一起补习啊？好啊，只要你想学习，随时都可以来啊。我想学点东西，争取以后也能出去上班。就你这样，也就一个厂内，每个月工资3000块钱。3000块钱足够了，够养活自己的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你都已经嫁人了，家里还有一个瘫痪的公公，还想出去看？没事，小雨，别灰心。人呢，机遇要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只要你想学习，老师随时欢迎你来。谢谢朱老师。没事。你们这几个男孩子，一会儿回家的时候，先把女生护送回家。好的，老师。行，回家吧。走吧。再见。朱老师再见。再见。拜拜。听说呀，他是老孔家花了10万块钱从云南大山里买来的媳妇儿，刚来时土了吧唧的，可过了没2年，这模样啊还越来越漂亮了，也会打扮了呢。小强，你还练女神经在前面，给他表白呀！你快去呀！他喜欢你，你是他女神，他要对你表白。他开玩笑的，我叫张小强。我叫蔡小雨，谢谢你们今天送我。不客气。太怂了！你妈，别人的老公打断他的腿呀！有什么不敢啊？等着吧，我不光要表白，我还要追到他。注意，能知道好运啊！知道好运吗？好了吗，秦明？马上啊！碰一个，好不容易放个假啊！好。哇，看起来真的很香哎。可以啊，秦大姨。哎，要不咱们就边吃边玩，玩一个游戏怎么样？玩什么？丢手绢。还幼稚。
我们玩那个成语接龙怎么样？成语接龙。那个我文采不行。我也不行。要不咱们玩真心话吧？我用这个瓶子转到谁，谁必须说真心话，好不好？好。那要是说谎怎么办？说谎就一辈子打光棍。我开始了啊！来吧。你几岁初恋的？说实话啊，我一直都是单身，没有处对象。不能吧？到现在没谈过恋爱？没有，真没有。我天，你这咋混的？姐，给你介绍一个。说定了啊？说定了。好，靠谱。还得是姐姐。下一个，我来。铃铛姐，第一次打波波是什么时候？大概是我3岁的时候。3岁？我没有听错吧？我上幼儿园，故事是这样的：我呢上小2班，他上小3班。他特别喜欢我，每天给我拿一个苹果啊，还说什么哎苹果对身体好啊什么的，叭叭说了一堆。哎，送了6天还不7天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就把苹果交到我手上，哎，我想挺好啊，我就顺手拿过来。哎，我还没来得及吃，我突然感觉到我脸上，咦，有软软的东西，然后我就把他给打了一顿。他还哭了，那男孩。完了，第2天他妈把他带到学校，然后就要转学，后来他就走了，我没见过他了。现在想想，哎，我也挺后悔的。如果我还能再见到他，我肯定会跟他说一声对不起。想什么呢？哎，咱俩不是一个中学的吗？你幼儿园是哪里的？咱俩不是一个幼儿园吧？这么巧？这也太巧了吧？不会，这么小的事情我也不记得。下一个是谁啊？该你了，姐，你啊。我来。哎，环环，问什么呢？环环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们彪哥？实话，必须得实话。我不喜欢。你怎么耍赖呢？你得说实话。我说的就是实话，我对天发誓，我就是不喜欢。彪哥，我真帮不了你了啊！别伤心，别难过。别难过，彪哥，多的是机会。下一个。秦法医。问吧。哎，秦法医，你来我们警局也有一阵子了，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？实话，必须得实话。哎，你们还要喝吗？不喝了，不喝了。有啊。谁呀？这是另外的问题了。哎。没想到吧？躲不过，快说！嘘，李队，你们赶紧来景区集合，又出命案了。收到。出任务了，走。李队，什么情况？这个村子一夜之间发生了2起命案，死了3个人。我现在去第2现场，你们去第1现场，具体的镇警会给你们交代。走吧，边走边说。我们龙口村是一个聚居型的旧界村落，属安陆镇管辖。村里面的青壮年男女大部分都出门打工了，剩下来的大都是爷爷奶奶带着留守儿童，还有一些年轻人在这里生活。镇上还有一所职业高中，村里面的大部分孩子都在这所镇职高中就读。虽然偶尔也会有一些偷鸡摸狗的小案，但是极少发生什么命案。没想到这次竟然一下死了3个。受害者朱凤
是镇上职高的老师，他在市区有4处常年出租的商业门面。外面都是一些什么人？啊，是朱峰的学生，都是龙口村的，大概是听说老师出事了，都过来看看。死者是老师？是的。谁报的案？啊，报案人是他的一个租客，今天正好是这个租客来交租的日子。租客敲了半天门没人应，然后就打他手机，结果在院子里听到手机响，就是没人接。然后租客从院墙门看过来，发现死者，马上就报警了。我们派了一个警察翻进来，然后从里面把院门锁给开开了。死者的开创性伤口主要集中在背部。尸体周围有大量的喷射状血迹，还有很多血色脚印，生前应该和凶手激烈搏斗过。彪哥，开始干活吧。好。嬛嬛，测肛温。走，进屋看看。我们已经做过了现场调查，朱凤家的衣柜没有被撬开过的痕迹，他随身的钱包、手机也没有丢失，看来凶手不是为了劫财。另外，朱家的所有门锁和窗户也是紧闭的，没有被撬的痕迹。我们据此分析，凶手很可能是和平入室的，应该是熟人作案。照你们这么说的话，你们现在是已经有怀疑的对象了。朱凤的丈夫叫孙海鸥，2个人育有一个3岁的女儿叫孙玲。据村民们反映，2个月前孙海鸥想要投资一家店铺，被朱凤拒绝了，2个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，夫妻关系也因此而变得恶劣。孙海鸥在外面打工一直未归。他们家在龙帆市有4家门店，她丈夫还想再开一家，证明他们家的家底还挺厚实。朱凤的曾祖在民国时期开过当铺，他家祖上有钱。村民们还一直传言说，朱凤到现在还保存着祖传的金条。祖传的金条？听上去挺诱人呢。那你们先忙，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。辛苦了。啊。找到2组血足印，一组38码，推测是死者朱凤；另一组40码，推测是凶手。我们推测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凌晨12点到3点之间。朱凤家里殷实，据说有祖传的金条。我们刚刚看过了，卧室呢有搏斗痕迹。经过我们现场初步判断，凶手应该不是劫财，会不会是仇杀？我去看看。地面上有打斗的痕迹，还有一根头发，应该是受害者的，我已经带走了。床上没有打斗的痕迹，但是床头柜上有一个血手印。哦，这边我都检查了，没有轻残的现象。下一步怎么办？怎么样？跟我到第2现场吧。一天死了3个人，在我们这儿是前所未有的事儿。走吧。村委的死者是一老一少，老的是公公叫老孔，小的是儿媳妇叫蔡小雨。今天早上被人发现，分别裸死在房间里。难道是乱伦？这个目前我们还不敢判断，这也是请你们来的原因。老孔啊，2年前花了10万块钱的彩礼，给儿子孔威从云南的大山里娶了个媳妇。2个人婚后的关系嘛，就说还是可以的。孔威一直在外面打工，小雨呢就留在家里面伺候老孔。半年前，老孔因为脑溢血瘫在了床上，也就是小雨一直在尽心照顾他，每天早上还把老孔推到院子里晒晒太阳。隔壁的王老太呢，每天早上都会跟小雨打招呼。今天早上看不到人，喊也没人应，所以王老太就报警了。
大宝，公公都已经瘫痪半年了，你推断错了。这里的青少年还挺多的啊。是啊，这是我们这一片的特色。要说小雨这儿媳妇儿，虽然花了老孔半辈子的积蓄，可这10万块钱花得太值了。小雨又漂亮又勤快，性格又好，不大爱说话。自从嫁到这里，每天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真是太好了，我看着都羡慕。我琢磨着，等我的孙子职高毕业，我也花钱在村里给他找一个，不找当地的，找当地的媳妇儿。彩礼起步价都得20万了，还得有车，镇上还得有房。我真心觉得还是娶山里的媳妇儿划算。这个小雨对她公公怎么样？那没得说，自从她的公公瘫痪，成了半个植物人，脖子以下都不能动了，也不能说话。小雨天天给她喂饭，给她洗澡，伺候她吃喝拉撒。说实在的，亲生女儿都很难做到的。她跟村子里的人来往密切吗？不多，丈夫不在家，人又长得漂亮，村子里是非就多。那几个小年轻惦记小雨的也不少，所以小雨平常不怎么出门，就是有时候偶尔出去买点生活必需品。再有就是每天早上8、9点钟推着老孔出来晒晒太阳透透气。孔威跟他的关系怎么样？他们2个挺好的，可是老孔发了脑溢血的时候啊，小雨其实及时的把他送到医院了，但是呢，孔威气不过，就把小雨给打了，2个人闹了好一阵才和好。好，谢谢你啊。现场勘查去吧。进去吧。阿姨，您留步啊。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性侵的犯罪现场，死者颈部有扼痕，死于机械性窒息的可能性最大。先做个静脉浴实验。静脉浴实验结果呈阳性，看来受害者的确是无性侵。辨别都学会了，大专家教得好。房间里应该产生过激烈的搏斗，空调是开着的，空调有一片叶片正好掉在了床上，压在死者下方。这个电话摆放的位置也很奇怪。如果说凶手拿过这个电话并且扔了出去，那么现在这个电话的底座上肯定会有他新鲜的指纹。聪明。抽屉和柜子没有任何翻动的迹象，另外门窗也完好，没有撬压的痕迹。尸僵强硬，但是没有达到最硬状态，死亡时间应该不长。大概死了多久？根据尸问来判断，死亡时间大概在昨天晚上11点到凌晨2点之间。那这样就很奇怪，因为刚刚王老太太说，小雨平时为人非常的谨慎，出门也只会跟她打招呼。可是从现场上来看，大门是虚掩的，门窗也没有撬动的痕迹，凶手是怎么在半夜来到她的房间？
如果他真的那么谨慎，那他晚上不会忘记关门，这点的确很可疑。走，去西边看看。不是说是昨晚的事情吗？怎么开始有腐臭味了？也不会这么快吧？这个尸僵程度看起来跟小雨差不多。长本事了啊！那你觉得他们两个谁先死的呢？这我还不知道呢。老孔腹部已经出现湿绿，腐败静脉网已经展开，他应该比小雨先死。那个尸僵跟湿绿有什么区别？我教你啊，尸僵呢，缓慢形成以后再慢慢缓解。老孔这种强度的尸僵，你要辨别它是在缓解期还是在形成期。湿绿的出现代表什么？说明它是在缓解期，不是形成期，代表了他已经死亡时间超过了24小时。综合以上信息判断，老孔应该是在前天晚上死的。而且，老孔比小雨早死1天。老孔死在西侧卧室，现场无搏斗痕迹；小雨死在东侧卧室，那是一个性侵杀人的搏斗现场。那这就奇怪了呀，为什么会在老孔死后第2天，凶手和平入室并且性侵了小雨呢？哎，你们看，注射器，他是半植物人状态，用这个干嘛呀？难不成是用来注射毒物？父亲看了没有针头，应该不是注射毒物用的。注射器里面含有液体残留物，拿回去化验一下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了。对他尸检的时候，我再好好检查老孔身上有没有针孔。秦明，你那边现场怎么样了？齐法医，勘查完毕。好，那我们尽快把尸体运回去进行尸检吧。收到。好像有点不对呀。有什么不对？朱凤不是有一个3岁的女儿孙玲吗？该不会让凶手抱走了吧？4条人命。浩瀚，朱凤和孙玲就交给你和彪哥了。我行吗？你行。真的吗？我不会出什么岔子吧？你不说，就不会出什么岔子，因为你的嘴实在是好。这天怎么那么热呀？这几天特别闷热，可能台风要来了。先看老孔吧。
我这一路上都在琢磨老孔的死因，死者全身赤裸，表面又没有见任何的损伤，他是怎么死的呢？准备解剖。颅骨少了一块，断端的边缘已经圆钝。这是死因吗？他之前脑溢血，是颅骨去除颅内积血的手术形成的。颅内无血肿，颈部无勒痕，看上去就像自然死亡。如果是自然死亡的话，为什么会全身裸体？他脑溢血，完全瘫痪，生活不能自理。裸体的话，方便处理大小便，而且也方便擦身。你看他卧床这么久，身上没有褥疮，说明经常有人给他擦身。小雨把他照顾得很好，所以我断定他是自然死亡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小雨为什么不在老孔死的当天找村民们来帮忙？为什么要把尸体放在家中，而且紧接着第2天他就受到了侵害？这确实是个疑点。再来看一下腹部。为什么死者的腹腔里会有这么多粪便？难道是内脏腐败，或者是胃肠道穿孔？我直接切开了他的胃，这些黄色的应该是他胃里的食糜。可是很奇怪啊，人体的胃是很柔韧的，一般来说不会被手术刀一刀下去就切开的。食糜日积月累，越攒越多，就在胃里面腐败，变成类似粪便的物体，把胃呢撑到了极限，和腹腔壁紧贴在一起。这个时候一刀下去就很容易切开了。你看里面，看到没有？有一处肠套叠，这个很容易引起肠梗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吃进去的多，拉出来的少，这样胃就越积越大，压迫到了周围的器官。简单来说，老孔是被撑死的。如果是撑死的话，难道小雨是谋杀？不是，小雨应该是无意的。其实只要检验一下注射器里面的残余液体就能知道了。反正老孔的死因已经基本确定了。好，那我们开始第2局吧。睁开眼，幻想到你怀中，讨厌这种小冲动，不想再见，怀念着你的气息和那熟悉的坏脾气。告诉他，怕你还没知道，尝出这寂寞味道。放手说不需要，可待开始我在思念谁，心要放在哪里，强忍着悲伤向你飞奔去。可待开始我在思念谁，是为你在呼喊，忘不了那思念。一瞬间，只有你在我心中。I want you， 你在犹豫什么？不用害怕，我们的爱情故事多难记，无所畏惧。I want you， 我还在思念谁，可我还是没知道，曾经我们都在彼此梦中。I want you， 没想起你的脸，守住最爱的梦，看哭在你
心中。After you。